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人工智能这个图像生成模型达利。达利是 OpenAI 创建的一种人工智能模型啊，它可以根据文字描述生成图像，而且它可以生成高度富有想象力和独特的图像，能够从物体到场景以及到更抽象的概念，它都可以通过文字去实现这个多图像的这个转变。接下来呢，我们会讨论一下这个达利这个名字从哪里来的？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奇怪，叫达利啊。因为首先呢，这个达利这个名字是由达利和瓦利这两个名字的结合。萨伏多·达利是一名著名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他的作品具有高度富有想象力以及类似梦境的画作而闻名。瓦利就是这个小机器人，是一部非常受欢迎的动画电影啊，讲述的就是那个垃圾收集机器人瓦利爱上了被送往地球的探测器的故事。这个达利关于这个模型的名字呢，被选择是因为这个模型可以从文字描述生成具有富有想象力和超现实的图像，就像萨伏多·达利的作品一样，并且它可以使这些图像变得生动活泼，就像瓦利这个角色一样。通过结合这两个参考，达利这个名字呢，就概括了这个模型生成具独特富有想象力和输出能力的这个特性，所以选用了这个名字啊。然后接下来呢，我要介绍一下这个关于这个达利这个模型它这个发展的历史啊，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它这个模型是从2021年1月发布达利1，然后呢，从2022年5月发布了达利2，就是模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升啊。然后从2022年的9月开始全民公测，然后2022年的11月，就是它直接登录了那个 OpenAI 的 API， 大家就可以直接用 API 去调用这个接口了。然后关于这个模型呢，如何去使用呢？对吧？这里又是我自己想象的一个画面，然后用文字描述，然后用 ChatGPT 做了一个到英文的翻译。因为这个模型呢训练出来之后呢，你说中文也可以，但是其实它对英文的理解能力是更强的。而且ChatGPT 呢，它翻译出来的效果呢，我对比了一些其他的翻译软件，确实效果会更好一些的。这样子呢，我们直接进到这个达利的官网，对吧？我把这段刚刚我想象那个图片的这个英文这是画面的英文对吧？我已经粘贴在这里了。这时候呢，只要去点击这个 generate， 它会自动去生成这个图像。我们稍等一下。这边右边就是我叫什么之前生成的一些历史图片，然后呢这边就会有一些小广告它生成需要一些时间。在官网上呢，它一次性它根据同一段话，它会生成4张图片这时候呢，比如说我觉得这张非常的不错，对吧？而且呢，每次运行一次，就是这个生成一次呢，它会消耗一个点数这个点数呢，回头我在后面付费这部分会去讲。然后呢，这个如何去使用呢？比如说我觉得这张特别不错，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生成的是1024×1024这个分辨率的，我觉得我要把它变得更多一点，对吧？然后我点一下这 variation， 就是这个进行一次异变，对吧？它通过这张图片这个形式呢，就进行再做一个就是1/4的这个情景的变化，但它会同时呢，它也会继续消耗一个点数。发现出了好多个，又出来4个，对吧？我觉得这张图片看着可能更有意境一点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其实在网上还可以去编辑它这有几个功能呀，一个就是选择区域，一个就是这个一个主要的其实一个就是橡皮擦，一个就是这个新建一个图片。比如说我现在想在左边，对吧？继续把它变大一点我在这边我点一下点一下，这时候呢，我可以继续新的一段描述。如果没有呢，我直接点击呢，它是不行的，对吧？这时候需要比如说随便写个东西fly fish like Superman 这是我随便想的一个东西。我们继续再生成，但是它每次的操作呢，它都会消耗我们一个点数。你看我刚刚直接免费点数只剩4点了，用了2点，这再用1点之后可能只剩1点了。这时候我们来稍等一下，它会在我们选中的当下这个框上呢，继续在这个基于原来这个图片上继续去生成。出现个这个超人鱼这时候呢，我觉得这个中间这个树就特别的
它中间还有选项对吧？你看中间有4个有这还比较划算这样子的话我们只生成了一次就有这个超人鱼，我觉得这个挺有意境比较奇怪我看一下选哪一个，我觉得这个比较好。那中间这个树我觉得看着特别奇怪，我选一下接受，这样我图片变得更大了，对不对？然后这时候呢，我觉得中间这个树就特别奇怪我不要这个树。然后你每次进行一次这个操作之后呢，然后我还要把它给处理一下，叫什么呢golden flower 随便写一个东西，我要一个金花，让它继续再生成一下。这时候同时它也会去消耗一次点数，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工具的基本用法，就是可以再根据你的文字生成一张图片，然后可以在旁边继续去，这个就生成是有一些问题的，看一下比如说选择这个吧，因为它好像只是在当前的框上去选择的，比如说 undo OK 没有直接再点一下这个下载，就可以把当下这边图像给下载下来，看一下对，好，这样没什么问题。然后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历史，然后历史的话就看到我们之前这些鱼之前这些操作其实这些结果都会在历史里面去展示下来，包括我们之前写的是啥它也都会去存下来。对，如果我们继续在上面操作呢，对吧？还可以继续在这里选，对吧 ？Generation 包括编辑这个图片都可以继续在上面去操作。好，这个 collection 呢，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你图片你想保存到其他地方，对吧？你也可以保存到我的 collection， 这可以私密的，你也可以创建公开的，就是可以和别人进行分享。好，这时候我们再回到我们的PPT 上。好，这就是这个基本在网页上的使用的这个情况。这时候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考虑一下这个价格，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免费的，而且价格其实还是挺贵的。这里的话基本上就是它的基本的付费基本情况，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用户的话，你第一次开通这个打力这个功能的话，你第一个月是有50次的免费使用次数的，然后随后的每个月呢，你每个月只能免费使用15次。然后如果是你这些点数用完之后呢，你可以自己选择购买。购买的话，在网站上使用这种点数呢，就是你每次进行一次这个生成操作就会耗费1个点数，然后呢，这个就是$15，是115点数，而且但是你买的更多的并不会有折扣，比如说你买230个点，对吧？它就是$30，它并不会有任何的折扣，买对多送对多没有。然后的话，这样的话来看的话，它就是每次刷新一次耗费是$0.13，对吧？然后生成4张图片，然后每张图片大概就是$0.033。其实还是比较昂贵的，因为我们现在因为它在网站上已经提供了 API 嘛 ，API 的话就是说生成下面这3种分辨率的图片，它的价格分别是$0.02、$0.018跟$0.016，对比上面这个我们生成每张图片，包括每次操作的结果来看的话，是远远低于就是这个$0.13的。其实对比它生成的每张图片来说的话，它也是说便宜了至少40%的样子，还是便宜了非常多的。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价格分化呢？我觉得就是这 API 首先它不是要通过代码去生成这个图片的，对于开发者而言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有优势的。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我跟官网它自己价格来说，我这里有价格优势，这样子我给别人提供更优质的这个交互服务的话呢，我还是有利可图的。比如说这时候我收个$0.25，或者收个$0.26，去对比官网的我还有优势，当然我提供我自己的服务，然后买了 API 之后呢，我还有赚头，对吧？而且它提供的包括上述的网站这些所有操作呢，通过它的 API 网页呢都是可以，通过 API 呢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要通过代码去操作。为什么我也考虑到为什么会提供这3种不同分辨率呢？其实我想了一下，通过模型计算考虑的角度来说，其实它并没有，它可能算力上没有太多的差别，但是呢，就是说你可能有的人可能生成一个小图标，它不需要那么高的分辨率，对吧？它不需要1024乘1024那么大，它需要小一点的。但是网站它不可能说给你生成特别小的东西特别便宜，所以它可能会设这个下限，就是说0.016生成一张图片最便宜，
对吧？但是呢，你可能大家如果有一些平面广告啊这些，它可能像图片尽量的大，当然呢，你得设一个上限，对吧？1024×1024，如果你想变得更大呢，对吧？你就继续的在原来的图片上继续去扩展，去生成更大的图片，这可能是这个网站的一个考量。另外就是还有个场景就是说，我们要生成大量的图片，这个用来做筛选，对吧？我们可以先用同一段文字用过256×256的这个分辨率，对吧？去生成很多张，最后我们在其中选一张，把它变大一点之后呢，再用更高的分辨率去生成。如果到一定数量的情况下呢，可能是还会多少会省一点钱的。这是关于这个打力的这个价格相关的一些分析啊，大概就这一些。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打力这个文字到图像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啊，在实际应用中大概有哪些应用场景啊？这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呢是我通过跟这个 ChatGPT 对吧，我跟他去讨论了一下，对吧？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在哪些领域有什么用然后他也说了很多解析，我在这里只是把这个就是重点的这些关键词给打上来了。简单聊一下，就是说比如在广告行业，对吧？这个打力它可以通过就是设计师现在先不用去在 Photoshop 上这些各种高级的设计软件上去直接去操作，因为它大家需要灵感，但是生产把灵感具象化这个过程是非常昂贵的，对吧？这个 idea 这天马行空的，你要把它画出来，真的是熬吐了多少广告人啊，对吧？这个就是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帮大家直接具象化，然后大家通过生成这个结果再去创造出更有价值或者更美的一些，或者更有更具象化的一些广告灵感，对吧？这可能是非常有优势的。包括在概念艺术，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在建筑设计上，虽然它可能在力学设计上，就是它可能不是那么完美啊，但是呢，去简单粗糙的先帮大家实现一些草图的一些就是什么 3D 效果呀，其实它可能比你直接去操作这些 3D 软件，可能是效率是更高一些的。包括网页设计也一样，如果想有一些创新性设计，我们打开 Photoshop 啊，设计了那么多东西，对吧？可能这个领导还不喜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东西，通过描述，对吧？让大家先生成10张图，先生成100张图，让产品经理先选，对吧？让他看哪开心了之后呢，对吧？再着实动工，再去修改原来的这个图片，去把它弄成这个切图切出来，这可能也是不错的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个方式吧。而且100张的话，你可能才几块钱，对吧？也没花太多钱。大家对10几块钱吧，可能对大家来说，这个工作来说的话，这还是非常便宜的一个成本。对社交媒体来说，这个其实也非常有用啊。包括我现在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张，对吧？这个也算是社交媒体放在 YouTube 上，对吧？这个背景图啊这些东西都是我通过打力去生成的，对吧？而且效果也非常的好。而且这个这样的话就是而且可以根据你的文本内容，对吧？你让 ChatGPT 把它的核心思想给提取出来之后呢，然后把这个东西把那段文字放到打力上，再生成一张图片。就这样的话，你的图片跟你的文本就可以有契合，而且你是拥有绝对的版权的，就是打力生成的所有图像，你是有版权的，就是说你的版权使用权都在你自己手里的，不管是免费的点数产生的，还是付费点数产生的，都是由你这个用户获得的。然后在教育领域呢，这个东西其实我之前还是有点困惑，后来我看了一下之后再想思考了一下，就是在教育领域其实它也是有用的，就是它可以生成一些就是说关于就是包括在做人工智能计算的时候，对吧？我们需要大量的训练的一些图像，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好的数据质量集，数据集，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让这个打力去给我们生成一万只猫猫，对不对？不一样的猫猫，对吧？它可能都含有猫的特征，但是我们也不用去买其他数据集，这个可能也是个效率比较高的一个方法，虽然价格不便宜但其实也还好吧。在研究这块呢，其实也是类似了，就是说我们一些研究的一些草图方案，就是有些东西我们需要一些额外的配图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个打力去帮我们生成。当然可以帮我们节省时间、节约成本。相对来说，它这个$0.02一张图的话，通过 API 的话，这花1毛多、1毛5，换人民币的话还是比较便宜的。它的可扩展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可能就是说，如果你用的这个量特别大的时候，你用 API 就一次性生成1万张图片、10万张图片，只要掏得起钱，这都是可以实现的。包括对小型企业，对吧？来说，我们雇不起这个昂贵的设计师，你基本上如果在国内，对吧？一个像样的一个 UI 工程师，就设计工程师，你生成几张图片，你雇个工程师成本是非常高的。但是你通过这个方式的话，就可能老板想好之后自己去选一选就可以设计东西了。这对自由职业者，对吧？如果你没有什么称职的工作，但是你可以帮别人接单的时候，对吧？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帮你生成草图，甚至可以直接生成效果图直接去用的，你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拥有版权嘛。
或者非设计师，比如说像我，对不对？像我生成这么漂亮的图片，我自己办不到，我就通过打力去帮我生成，对吧？我自己管理一下这个语言，对吧？每次天马行空想一想，再让 ChatGPT 帮我改一改，对吧？最后这个就可以得到它非常优美的图片，这是非常有用的。好，这一块呢就是基本上关于这个打力的这个在一些各种应用场景上的一些讨论。然后最后呢，我会在这个就是关于打力的这个 API 的使用，这个它的访问我看了一下是用 Python 写的，就是我会在下一个视频里面把它做出来，如果不然的话同一个视频会太长了。所以说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然后欢迎大家这个点赞、评论、关注、点亮小铃铛，谢谢大家。